Hello，大家好，今天是9月18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特斯拉运线上破，短线追涨点。如果前期波段低位还没有买入的同学，这可以是激进投资者的上车机会。HMS 短线下跌停止，回调难道已经结束？美股出现了长线 K 线，技术面应该怎么分析？如果你手中的股票也出现了长线 K 线，那么后面应该怎么看？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29期的视频。那么阿哲呢，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还是会来到有关纳指的市场观察。阿哲第一部分会讲到 K 线的长线影线。那么之前我们看到很多时候 K 线的长线影线其实并不少见啊，在本次的行情当中。那么前期出现的这种影线后啊，基本行情都能够出现不错的这种上涨。那么这一次的长线影 K 线难道也能够再次产生行情吗？还是说会有不同的解读呢？我们第一部分会讲到这一点，而后也会再次更新有关浪形的观点，以及呢今天关键的短线之内撑压，我们会讲到这3个部分。那么对于指数环境，我们通过第一部分有所了解之后，我们来到第二部分和第3部分将是个股解析。那么阿哲就会讲到有关于特斯拉、HMS、APP、英伟达、博通、AMD、Circle、皮尔提亚、Coin、TR、Huawei、阿斯麦、苹果、Meta、MSTR、谷歌、亚马逊、SMCI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如果您是位新同学，第一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就要提个醒，因为视频的内容会比较多，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偏长。如果您不太习惯观看比较多的内容，那么您也可以点击视频底下播放按钮旁边有一个3角，在点开之后呢，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对应内容的时间轴。那么这些时间轴呢，您在点击之后可以快速跳转到您最想要优先观看的内容，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老同学，那么阿哲更加希望您能够每一部分都能够去用心的去观看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一部分，有关长线 K 线。那所谓长线 K 线，它其实呢有很多的这种解读的一个技巧。那么我们经常会听说如果市场在下跌时出现了一个长线 K 线，它可能是金针探底 K 线，那么后市呢是看涨的。那如果股要是上涨时出现长线 K 线呢，你可能会认为它是吊颈线可能是用出货行为是看跌的。所以不同的位置，那么出现了同样的 K 线，它的一个表现形式，它的内在含义是有所不同。那么今天我们就讲一些可能有所不一样的一些解读的方案，我们就不讲金针探底和吊颈线了。阿哲想讲一下它的内在的一些内容。当市场出现一根长线影线，如果单纯从一根 K 线的角度来看，它的形成是如何形成的？就是很明确的，它一定会有盘中的一波下跌，而且因为它是有长线，所以它的下跌的力度应该在盘中有见到一根比较吓人的阴线。好，那这种阴线下跌盘中形成，但收盘却是长线影，说明在盘中下跌的末期出现了一股强大的神秘力量，帮股价出现了一个抬高，反而让市场收盘是一根下影线。而对于下跌，你可以说是用卖方力量资金流出，而上涨则是买方力量资金流进。所以在下影线的解读当中，单 K 的解读当中，它最后表示的是资金有所流进，而长线线则代表资金流进是偏多的。如果当天还能收阳线，那么这种流进的力量将特别强大，会强于流出的力量。那么如果当天是阴线呢，就说明整体虽然有所反转，但整个力量呢还没有完全的去打破这种空方占优的一种表现。所以阳线的长线影线说明流进的力量是强的，而阴线的长线影线呢有流进力量，但是还没有达到那种反转的那种迹象。那么以上是对于单 K 的简单解读。那么在具体实际应用当中，我们还需要关注另外的2种信号，一种是趋势的影响，还有就是右侧的确认信号。什么叫趋势影响？如果市场呢处于上升趋势，亦或者是下降趋势，它们有一点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处于上升趋势，那我们就知道它肯定的主流就是以买入为主，散户在上升趋势当中会以买入为主，而下降趋势当中如果出现大幅度的卖盘或大幅度的一个下跌，往往不是散户做主导，除非呢有一些相对比较大的利空消息的出现。所以这种情况下，上涨当中所出现的下跌行为以散户为主导的可能性就比较小，很多时候可能是聪明闲所出现的提前卖出行为。那么如果是在上升趋势当中，特别是加速行情当中出现了长线 K 线，你就会知道当天的这一波下跌，它大概率不是散户所主导，
而是聪明钱所主导。而后续的上涨呢，有很大可能是散户主导，而非聪明钱所主导。所以上升图中为什么经常会说，可能这种 K 线是吊颈线啊，就是出货行为嘛，因为它的下跌容易是聪明钱所为，而不是散户所为。那么下跌行情当中就反过来了，它的主流因为是下降趋势，所以散户呢很多时候是以卖方为主。那么买进的人很多都是机构的建仓抄底行为，或者说聪明钱的提前买入行为，所以买方往往是聪明钱，而卖方往往是散户。那么在这种行情当中出现了一根长下影 K 线，它的这种下跌的力量就很多时候是散户提供，而上升的力量则容易是聪明钱所提供。所以下跌行情、下跌走势当中所出现的下影线就容易被定义为神针探底。那么我们就可以简单的去认为，上涨当中所出现的长下影 K 线一定会下跌，或者说下跌当中的长下影 K 线一定会上涨吗？并不是的，所以需要有一些右侧的确认信号，它应该有一个支撑反馈和明确的上涨。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目前你所看到的这个图表 K 线啊，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阿哲呢把其中的一些比较标准的长下影线都标记出来了，它们的特征是比较短的上影线，比较长的下影线。那么它的特征是，它的下影线一般会大于实体的2倍以上，而它的上影线一般会偏短。如果是完全没有，那么效果会更好。但你会发现的是，长下影 K 线它下跌时就一定是好的吗？你发现这2根长下影线后续股价不也还是下跌？而在上涨当中的长下影线，它一定是不好的吗？也不是吧。它除了像这2根之外，其他的基本上后续也是看涨的。所以我们需要右侧的确认信号会更加好一点。什么叫右侧确认信号？就是出现了长下影线之后如果这一个下影线它是聪明钱所主导的买进行为，一般来讲后续不会收阴把它低点跌破，而后影线区间正常会产生短线的支撑效果。因为聪明钱在此买进，再次的回落，它容易是再次的别人的买入加仓机会。而只要不跌破这个影线区间，很多时候跌进来，它反而会产生买点，反而会产生支撑。那包括这一个位置出现了一根长下影线之后呢，股价是不跌破它的低点，而后第2天立马上涨，没有再次的回补，说明它一次买进已经达成它的短线的一个目标了。那包括后续的这一根长下影线是吧，出现了影线的区间之后，再次有所回踩买进，而后止跌上涨，它的低点没有被跌破，所以这种表现一般就说明它是聪明钱所形成的买盘导致的长下影线，后续短线往往还能够有上涨行情。而当时的这个下影线就是很多散户卖出的地方，也是当时下跌出现阴线的原因，而尾盘却出现了反向。那你再看到这2根下影线为什么就不行了？包括这2根下影线为什么不行了？因为它们出现之后呢，它的影线低点还被跌破了，是吧？它还继续的跌破影线低点阴线再次的跌破，没有出现明确的上涨。最好的是出现了这根长下影线之后，能够把它的高点继续的强阳给反包突破，并且它的低点不再被跌破，这种效果会更好一点。像这一根长下影线，当然它不是下跌的它是上涨的。好，出现之后呢，第2天是反包的，所以短线说明还有上涨。它是不是第2天还回补了一下，低点没有被跌破，然后再次下影线，股价再次向上？当然这也是短线的，然后这一个下影线呢被跌破了，所以这里呢短线就回落开始下跌。那我们再看到后续产生的这些影线，基本出现之后它都会出现影线区间呢是支撑，2次回补反而有止跌买入机会。影线是支撑，当然隔得太久了，它已经涨了一波再跌一波，这里呢就没有什么支撑了。但这个位置出现影线之后，第2天立马再次上涨，是吧？所以说明它还是能够看涨的。包括这些位置，短线出现之后不跌破反包，是吧？影线出现不跌破反包，所以短线依旧看涨。那么听到这里，如果你手中你有一根长长的下影线出现在你的股票当中，那你要知道的是，它这根影线后续不要被阴线所跌破。同时，如果未来股价短线上涨之后再回来，在这里有任何支撑的表现，那么再次上涨，这是一个买点。那么短线来讲，这根长下影线尽可能短期能够被一根比较不错的阳线给吞掉，那么这样的话更能够明确这是聪明钱的买进行为所形成的下影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最新的这根下影线了。
那么这根下影线它是不是刚刚产生？那么我们更加要保证的就是第二天或者说短期2、3天内要有一根不错的阳线把它给吃掉。那这样的话呢，就依旧市场能够看涨。而如果再次出现回落，只要这个影线区间有止跌或者说有支撑的效果，那么大概率说明这个地方它确实也是聪明钱抄底所形成的下影线。它只要不是出现一根阴线把它的低点给跌破，那么我们就还不用认为从低点上涨以来这波行情面临结束，大概率只是一次砸盘洗盘，再次的资金买进而已。所以以此呢去作为关键的一个观察，像前期这种位置是不是也是影线区间啊，有一个支撑，有一个买盘，股价回落反而是给聪明钱再次的买入的机会。它只要不是阴线把它给跌破，那么这里呢就不用担心延续下跌的问题。包括这些位置其实是不是都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第二天或隔几天反包啊，基本就说明是聪明钱的买进行为。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第二部分，关于纳指的浪形。那么第一部分呢，我们花费的时间相对比较多，在于浪形的观点当中呢，阿哲就讲的会简单一点。我们依旧认为目前是处于五浪的推进当中，所以你要小心每一次出现短线风险的时候，都要预估它有可能是真正的五浪高点，而后出现 A、B、C 的大幅调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越是往上涨，你每一次的卖出行为，阿哲觉得都问题不大。包括你说昨天不小心下跌卖出了，那你只要不是说一次性直接全卖了啊，我们分批去卖的话，整体上涨时去高抛是没有太多的问题的。而当下呢，遇到了一个压力位22,275.2，虽然说它以一根跳空阳线突破了，但最近2天回落啊，有点跌破了它了。但是在这个支撑位上有一个长下影线，所以可以说它的支撑还是有效的。当下依旧以它作为防守，那么继续往上看到我们的22,685.7啊，作为下一个压力位。那么以上呢就是对于 K 线啊长下影线的解读，以及呢对于浪形我们进一步的观点的延伸啊和观察。那么希望这2部分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那么看到这里，如果您是老同学或者说财神朋友，那么希望大家照常为阿哲视频点上一个小红心，点上一个赞。同时，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充裕，那么阿哲也希望您能够在观看视频的时候打开视频的评论区，那么留下您的宝贵评论，亦或者是建议，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当然，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在学有所获的情况下，如果您也喜欢技术分析和也参与美股交易，那么阿哲也希望大家在听完视频后，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那么成为阿哲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同时，你也可以点开下方的这个铃铛，全部铃铛打开后，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在发布之后呢，您可以第一个首先收到频道和阿哲的通知，就不会错过每一期的视频和观点以及技术分享了。感谢大家的点赞、评论和订阅。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下一部分，是关于日内撑压的内容。日内撑压呢，是阿哲每期视频，甚至呢是每天都会去关注的一个短线趋势的一个信号。当某些支撑和压力位被跌破和突破时，市场的短线一般会发生一些警告，阿哲称其为红绿灯。在后续的个股解析当中，阿哲也会频繁用到这个红绿灯的指标和日内撑压的点位提醒，这也是每期视频我们的重点分析对象。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张图表，在图表的左侧啊，就是阿哲平时所发布的一个盘前广播了。那么只要您是我们新订阅的粉丝同学，那么它呢是阿哲频道的一个订阅粉丝福利。只要您点击订阅之后，那么未来的1个月时间内，您呢在美股开盘之前就可以收到阿哲的这条盘前广播信息。正常阿哲会讲到有关指数的分析以及个股短线波段一方面的一些观点，他呢会每天会更新会去跟踪它的趋势，会比阿哲视频呢相对更加及时，并且呢会更有时效性一些。而在我们的盘前广播的第3部分，那么最后阿哲会提到这个纳指、特斯拉以及英伟达他们的高点压力和低点支撑，这就是我们的日内撑压点位。那么这个点位应该怎么去使用？一般我们就看一下收盘价，收盘价跟这一个高点压力去对比。如果收盘在压力之上，说明突破压力，那么短线的多方是强劲的，我们一般短线会看多。收盘如果跌破低点的支撑，则说明空方比较强，下跌动能有所风险，那么后续呢要小心做多，甚至要转为做空。那么以此，我们对于每只标的就会有一些短线的观点和偏见。那么我们看到目前右侧的这个图板当中是纳指的日线图，在纳指的图表中的 K 线底下有一些红灯和绿灯的表示。
如果是一根绿灯 K 线，说明收盘突破了阿哲给到的预测的高点压力，那么这一天就说明多方强劲，一般我们会延续的看多。像前期这里也是绿灯，它只要后续保持无灯或者说保持绿灯，就说明依旧短线看多，直到出现风险信号。这个风险信号可以是黄 K 线的消失和跌破，也可以说是再次出现红灯。当然，有时候红灯可能不会及时在高位出现，像当时这里呢，我们是绿灯做多，而后黄 K 出现，黄 K 跌破，那么就小心风险。好，股价下跌，而后再次出现绿灯，那么往上运行当中，只要保持绿灯，保持无灯，就依旧维持短线看涨，直到出现红灯 K 线，小心它的调整。再次转为绿灯之后，只要是保持绿灯，保持上行，保持无灯，不要有红灯出现，那么我们这一段的行情就都还是短线看涨的。而当下呢，出现一些风险信号，比如我们最近一直提到的它的黄 K 的出现，我们在最近的盘前解析一直有讲到啊，黄 K 神奇九转，关头阴线。那么这3种信号的产生，我们不管啊，在消息面上可能产生任何的结果，但是在图表上呢，我们已经要知道进入到了短线风险区，要小心。而昨天呢是一个确定信号。昨天是一根长下影线，长下影线一般不作为卖出的 K 线，但是它的收盘价也确实跌破了黄色 K 线的低点，同时也跌破了昨天盘前所给到的预测的低点支撑，所以这里是2个风险信号已经都出现共振。那么从这一波低点买进的短线筹码，你至少要做一次离场或者说止盈的动作。而因为它是一个长下影线，所以你的止盈的一个范围呢，可以先不那么多，等待进一步的确定。比如说把这根长下影线的低点再次的跌破，再次构成确定，或者说再来一个红灯，我们就再次减仓。那么在今天我们的红绿灯的一个判断标准，我们就要看到这2个价位，高点的预测值是22,300.44，低点的预测值是22,019.81。那么股价如果今天收盘价还是跌破了预测低点，它就会构成进一步的风险确定信号，也就是说影线低点被跌破，而后它是红灯再次亮起，那么2个红灯产生，又是跌破影线，那么这里将会是多个纬度的风险提示，要离场的信号。反之，如果今天没有跌破影线，整体收盘价呢，在这2者之间，甚至能突破预测高点，将会构成一种信号，就是昨天的长下影线，它是聪明钱买进行为。而后呢，如果今天是一个绿灯，就说明它是一种砸盘之后再次启动的信号。那么今天如果立马转为绿灯，则我们再次积极做多。所以今天要关注的是收盘价能不能收在预测高点值之上，如果可以，就立马构成再次的看涨点。就类似于前期这里低点，它是一个低开高走的假阳线，而后它是一个红灯 K 线，红灯之后如果立马转绿灯啊，而后它还出现了跳空缺口，是吧？倒行反转，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再次看多，前面的下跌红灯就当为砸盘，当为聪明钱的砸盘来处理。所以今天关注这2个数值，而这2个数值呢，阿哲也会把它在我们的盘前解析当中呢，到时候今天盘前会写上，会去更新。如果你未来想要之后的1个月内都能够跟踪这一个信号和阿哲的一些观点的话，大家记住一定要点击订阅啊！您可以看一下点了没有。如果点击订阅之后，那怎么去领取到盘前广播呢？很简单，您看到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有阿哲所发布的一条置顶评论，您只要点击那条评论里面的链接，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了，那是他的 Telegram 的联系方式。当然，如果您觉得点评论区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点一下右上角啊，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感叹号，点击之后也可以找到助教老师。而您找到助教之后呢，可以跟他说一下您是订阅粉丝同学，您也可以发一个口令啊，发一个盘前的口令给他，他就会告诉您如何领取我们的粉丝订阅福利了。这里阿哲强调一点，就是粉丝订阅福利呢是不只有我们的盘前广播的，我们有2重福利。第一个是盘前解析点位预测，是阿哲的一些每天的观点。那么第2重福利呢，是阿哲一些不对外公开的一些知识课程内部直播的分享。所以在点击订阅之后，您除了找助教可以拿到我们每天的盘前的观点的一个更新之外，还可以的是您可以更多的去自我的学习，去学习更多自己能够分析市场的一个方法。那么阿哲相信啊，点击订阅的同学基本上啊，大多应该对技术分析都是感兴趣，并且是想要去学好的。所以阿哲提供这些课程呢，也是尽可能把技术分析更加进阶的内容为大家去分享。那每周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课程，不同的课表。像我们本周的课程已经是进行到了最后一节，
那么如果您是今天才看到阿哲视频，那么可能已经错过了本周大部分的课程，但是不用担心，我们每周都有全新的系列课程为大家去分享。那并且我们的每节课程也基本上都有回放。如果您是比较爱学习的同学，您在找到助教之后，也可以跟助教老师拿一下本周的课程回放。我们本周讲的是成交量的秘密，如何用成交量去做好量价的分析和交易。如果您对于成交量有所兴趣，想要学习，可以找到助教老师去领取回放。我们呢是为大家学习，只要您是感兴趣并且用心的，都能够提供最大的便利。那么以上2重福利就是我们的订阅粉丝可以找到助教去领取的福利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对指数环境有了一个短线波段，甚至呢是浪形上有一个认识之后，我们来到第2和第3部分。那么第2部分第一支标的，我们讲到特斯拉。特斯拉最近呢算是科技板块最大的一个龙头，表现非常的亮眼，走出了一个主升加速行情。那么这种加速阶段，如果你不是低位买进，那么在中途加速时去买进，你的风险会特别大。所以这一个买点只能够作为短线加速时的激进买点，你博弈的只是后续继续的能够走高。那对于波段投资者来讲，目前这里肯定是找止盈的机会，而不是加仓点位的机会。因为波段投资者，我们不至于因为市场停顿后再上涨而去加仓，我们更多是寻找股价回调之后再次的一个上行的回调低点，而目前很明显还没有产生回调，因为它每天都是上涨的 K 线，每天都能够继续抬高它的一个收盘价，所以这里是还未产生一个明确的有效的回调。我们前期也讲过它的一个空间上的压力，左侧是会看到2浪反弹的一个高点，而后它这一波下跌时呢，这里有一个长上影线，长下影线呢在市场当中有支撑，那么长上影线在市场当中也会有压力。曾经在这里反弹出现长上影线，说明这里肯定是有被确认过的压力。而当时这一根阴线是吧，高开低走，那么是遇到了这个压力。我们说过，这种压力它正常来讲应该是会被消化的，因为它只是一个内部结构的小压力而已。好，那价格最近2天呢是收盘站上了，那么如果确定有效站上而不跌破它的话，往上看到哪里？往上看到2浪的这个高点。大概是439.6，那么你的防守位呢可以放在419.99。当然相对来讲，如果你能够承受更大的一个风险，你也可以把你的一个防守位放到这个缺口附近。当然这样的话，你短线的一个盈亏比会非常的不合理，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个抉择。那么这一根阳线买进，你也可以用它这个阳线低点做防守，而向上看到439.60附近，看一下会不会产生压力。如果有，可以做短线的获利一部分兑现。如果直接过去，那么在下个压力位可能就是前高了。所以这是对于空间上我们去关注的点。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资金和动能上，当下所看到的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那么在图表当中呢，我们再讲一下它这里的短线买入的一个依据是因为它出现了一个晕线组合，就是这根 K 线的低点和它的高点对于后面的 K 线是构成了一个内涵关系就是晕线，一个大 K 线，一个小 K 线。那么第3根 K 线呢，它的收盘价虽然没有完全的很强势的过去，但以数值来讲，已经是收盘压过了这个高点，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买入信号，只是信号呢不算很强，因为它的实体就过了一点点而已，所以可以买，但是没有必要说买很多毕竟是短线的一个急涨当中的停顿再突破的买点。而我们通过价格走势波段角度来看的话呢，目前是一个风险区域，它是一个很过热的区域，因为它出现了黄 K。黄 K 产生时要小心一个动作，就是黄 K 的消失和黄 K 的跌破就容易产生回调的一个风险。虽然不是100%，但是阿哲呢是比较信赖，所以我们经常会去提醒，黄 K 产生时一般作为波段或者说作为非日内非超短线的同学来讲，最好就不要乱买了。这根 K 线消失跌破是吧？产生回落，当时上涨时这一天也过热了，但是它的低点没有被跌破。那最近这2天又是黄 K， 所以我们等待后续，如果收一根阴线把它给跌破，就一定要离场。而如果以晕线去买进的同学，你也可以用这根黄 K 低点作为防守，跌破你就走。那我们再看到它的波段它的下方的这个支撑，波段支撑是368.729，离得有点远。一旦出现回落，那么它的空间是有的，这是要小心的。所以这个地方对于波段者来讲就没有必要去加仓，你呢可以等待股价黄 K 消失后的调整到飘带附近，至少正常一般会回补1半以上的乖离，那么再去找止跌的买点，可能会更加适合于波段回调的加仓机会。我们再看一下红绿灯。
目前它是加速过程当中出现了3个绿灯，而后最近2天无灯。无灯呢，说明还保持在多方的一个势头，但是有所减弱。它这里只要不出现红灯，整体调整的风险就还不是很大。我们看到它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417.765，高点的压力436.407啊，关注这2个数值。以上是特斯拉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 HMS，我们上期视频是讲过啊，它这一波触到170后的止跌反弹，我们是看一波波段的上涨，而这一个波段上涨当中，它肯定不会说是一直单边的上涨，不太现实啊，所以它总会有回调的。像股价的一个上行遇到压力，这个压力呢，如果短期无法去冲过去消化它所产生的套牢抛压，就容易让股价回落。那么我们前期说过，你要关注这种明确的一个上影线，那么这个上影线区间肯定就会有一些抛压的产生，所以它才会出现上影线嘛。所以这种影线区间都是被定义过的有压力。有人呢去想要卖出的一个行为，而因为它又是一个在高点附近产生的，后续也是下跌的，所以它就很容易是聪明钱当时想要卖出的地方。那么股价一进入到这里，就容易再次触发那些聪明钱想要卖出的这种行为，就容易产生回落。所以这种压力它能不能消化，我们就要去关注这种回落的力度。如果一碰到它回落的力度是直接把前面低点给破掉，那就完了，那说明它的这个地方还是有很明确的聪明钱要在卖出的一个行为，那么趋势下我们就很容易出现反转。所以当下这种回落的力度还行，还没有说特别的严重，我们就关注一下会不会出现止跌再次启动的信号，如果有，那往下每过一个这种筹码密集的抛售区，那么它呢就更容易走出向上的行情，能过掉这一个，那下一个过去的概率呢也会增大不少。所以上方呢最近的调整是受到了一个压力的影响，在这个地方肯定不能直接去追涨因为阿哲知道有些同学在这里去买进了然后一买就调，这真的很尴尬。所以遇到压力位附近的时候，尽可能不要随便去追涨和买入特别是你不要盘中看到它过去了你就买可能盘中过了，但是收盘就下来了。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资金和动能上的短线分析。目前所看到是 HMS 的日线图表，那你会发现的是，它这一次回落其实没有打穿这个飘带，而是在飘带附近出现长线影线，而在影线附近出现一个十日星。那么这个在 K 线价格行为上呢，我们是叫它叫做下跌停止线当然这个停止线呢不太标准的是它的实体太长了如果影线再长一点就更加标准了。十日星收在影线范围内这种叫下跌停止的行为，而刚好下方有一个飘带的支撑在48.811，所以这附近的一个价格出现了十日星还是不错的长下影线、十日星基本上都有了，所以这里是停止能够再次启动的概率，我们也认为它是有的，而且不小。那么目前在支撑位出现这种现象，我们更需要一个启动的 K 线停止归停止，停止之后也能够继续向下，它这里也有点类似于运线。好，那么我们希望的是价格走势能够有不错的阳线能够启动在这里产生，如果能是绿灯实体阳线把这个十日星反包，那么会更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绿灯的判定今天的一个低点数值是48.845，高点的压力是50.675，如果收盘价能突破50.675，那么再反包这一根十日星构成绿灯，那么这里呢可以再形成一个止跌的确认信号。那么目前是下跌停止的一个动作，但是确认信号还没有，所以不要着急去买进，等一个确认信号。而且绿灯尽可能是实体阳线，不要是阴线的或者说长上影线的那种买点，最好就要再等等。以上呢是 HMS 的一个解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 APP 呢，其实目前就走一个很诡异是吧？缺口之后呢，继续往上加速。我们依旧看到上方的压力是636.81，而它呢也跟随很多股票出现一个长下影 K 线。我们说过长下影 K 线在上涨时出现呢，它容易是一个聪明钱的卖出行为，而后是散户的买进行为。那么怎么去判定？就看一下它有没有一根阴线把这个下影线给吞掉，如果有的话，我们就知道了。散户这一天是买方，而聪明钱是作为卖方，那么后续很容易是聪明钱的一次回吐出货的一个动作，这就要特别小心。
当然了，我们也说了比较多次，就是本次的这种上行，它的力度很强，那么它的趋势其实已经构成了一个上升趋势。那么在这种上升趋势当中，它的回调以买点来去观察，所以哪怕这一波真的回调，是吧？我们最多就做一下前期这里买进后的一个右侧的止盈点咯。那么卖出一部分之后，往下在缺口附近去接回来就行。所以它这里呢，究竟能够一口气到达目标位，还是说回落之后呢再找机会，我们都没有问题。主要就是在这里，你不要作为短线的买点，而是等待波段的止盈确认，去卖出一部分，等到回落时关注缺口附近的反应，而后去再次的买进。那么这是我们对 APP 当下比较简单的持股策略。我们再看到短线的资金和动能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绿灯一直在延续，因为它一直在加速嘛。当下呢也有出现一个黄色 K 线，但黄色 K 线呢它并没有被跌破昨天是守住了，有一根长线影线，所以黄 K 也可以作为一个防守位当然呢这个位置如果跌破黄 K， 基本上也大概率会跌破这个影线下沿所以整体来讲以黄 K 这里作为防守也是可以的。我们看到目前是一个一连串的绿灯，那么它出现红灯也同样是一个防范的一个信号，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596.945，而它的高点压力是623.405关注这两数值。那么以上呢是关于特斯拉 HMS APP 的一个个股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关于以下个股英伟达等等个股的一个短线波段的分析。那么这些股票呢会偏多一些，所以阿哲的解析可能会更加的快速简洁，但是阿哲还是会给到日内关键的支撑和压力。我们的红绿灯的表现是每只标的阿哲都会去进行讲解的。第一只个股是看到英伟达，目前所看到是英伟达的一个图表。英伟达呢，我们在最近的行情提醒当中，是不是一直都是标的红色块因为它还是一个我们的黄色飘带。黄色飘带之后它还出现了一个黄 K， 那么风险加风险反弹当中就要小心了。那么在这些位置肯定不能作为买点除非它能够真的站稳再次启动。现在呢是一个黄 K 消之后的跳空下跌行为，而这种跳空下跌行为呢，它又来一个缺口，是吧？之前这里缺口，这里是一个上缺口，目前又来下缺口，所以它在这种位置呢偏向震荡行情，它的这种缺口呢也不一定是倒行的反转了，因为偏震荡嘛，所以它有可能是以这种快速的下跳来到一个低点支撑，上跳来到高点压力，所以它目前还未走出震荡范围。那么缺口的方向呢，它整体的意义就不是很大，除非它这一个下跳的缺口之后不再往上补，而是把下方的这些影线，大家看到了这些下影线的位置，是吧？目前这根下影线之前这里呢是被补了一下，而后回踩止跌，再次给到买点，是吧？所以下影线有些聪明钱头买进的低点，那么再次回踩时如果有支撑，在日内呢可以寻找一些买点，当然这个难度呢是有一点大的。如果是日线交易的话呢，你就看一下高点突破时的买点就行。所以这一波下跌，如果来一根阴线把前面下影线给跌穿，那么这里呢就基本上构成一个相对的震荡的下行，然后又因为有导行缺口，那么这里呢就更容易是一个导行向下反转，那么它的空间就应该还是有点大的，要小心。所以短期内呢就不要随便去做多了，它最好的一个情况也就还处于震荡而已。那么是否还处于震荡？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它这个缺口会不会再次的被回补？如果这个缺口还能被回补，是吧？之前这个向下跳被上跳给补掉，目前这一个向上跳被下跳给补掉。好，这里的一个下缺口如果还能够短期这个稍微跌一跌再补掉，那基本就很明确了，就是一个走震荡嘛。那么你也可以在相对的高低点画横轴，那么去看待它的一个上涨时的风险，下跌时的一个机会。当然有没有意义去这么去做它的震荡行情，看各位的风格了。我们看一下它的预测值，目前呢是一个红灯 K 线，我们看它今天是否会保持红灯呢？低点的支撑是166.955，而高点的压力呢是171.745，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AVGO 呢，它是在芯片个股当中少数的一个保持紫色带，紫色带呢就说明它是一个波段上行的一个股票。那么它这里有一个不太好的，就是它走了一个震荡，是吧？整体呢它是有一个运线的上破。我们曾经说过，短线这里是一个运线上破，但运线上破你要小心一种状况，就是它重新跌回运线。好，重新跌回运线就说明运线上破是失败的，往往这种上破是失败的，后续的方向是容易往下的。那么这里的确认信号是有一根阴线把前方的这一个低点给跌破，
那么它呢就更容易方向选择向下。这种时候它的飘带啊，有可能就要去往下边的这一个下沿去看了。而当下呢还处于一个震荡吧，还没有跌破均线的低点啊，只是呢做了一个假突破。所以这个位置你也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飘带的上沿，飘带上沿是 337.909， 那么这里如果能够有支撑，再次出现绿灯，再次把这个运线上方给破啊，突破一次失败，再次突破一次啊，它的成功概率啊会有所增加。看一下是否能够短期再向上去尝试突破，看一下红绿灯的一个表现，低点的支撑 334.62， 高点的压力是 353.05。所以博通的真正风险在于运线下破啊，而它的一个再次的机会呢，关注一下在飘带附近再次由跌转涨，由红转绿啊，而后再往上去突破，是否能成功啊？可以这么去观察，整体呢还是一个运线的震荡范围之内。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MD。AMD 呢，它跟这个英伟达有些类似，因为它也处于一个我们的黄色带当中。黄色带当中呢，出现了一个下跌反弹，到黄色带没能够站上去啊，比英伟达还弱一点。只是昨天下跌时呢，它相对的扛住了。它也是一根长下影线，但是不太标准，因为它的上影线也比较长。所以整体呢，在飘带的一个压制之下，在往下运行，所以重心整体趋势还是往下的。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看一下飘带的一个压力是 164.323 以及 161.963 啊，关注这两个压力，当下还是没能够有效站上飘带啊，所以这里呢我们关注一下后续的一个红绿灯表现，因为目前呢它还是一个绿灯，如果在后续的一个走势当中转为红灯，再配合飘带的一个股价走势，那么这里会一个比较明确的类似于之前这里的做空点啊，之前这里的做空点。好，那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的一个支撑是 154.525， 高点的一个压力是 160.395 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Circle， 那 Circle 呢，在黄带的一个压制下出现了一个反弹，力度比较强，底下呢也有出现资金的流进现象，但是它的飘带目前依旧是一个黄色的，而后黄色带出现了一个黄 K 加上跌破，还有红灯，所以这里呢看一个调整的力度，关注于后续的一个飘带的支撑，以及是否会由黄带转为直带。那如果它目前的飘带是比较窄的，说明这个趋势空方走到这里其实有被反转的可能，但是它一定要稳住在这里才行。稳住走震荡，或者说再次启动，它都能够把飘带由空转多。所以当下呢，我们就关注飘带的支撑，飘带的一个下沿大概是在 125.739 这里啊，作为一个支撑。那么这里如果是红灯，而后有长上影线，我们也反过来可以用刚才所讲的下影线的方法。假如这个下影线真的是冲明前的卖出行为，那么它后续就不应该出现阳线能够把它吃掉。如果有那么一根绿灯的阳线吃掉它的高点，同样也作为再次看涨的信号，而后我们短线可以做交易。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120.53， 高点的一个压力呢是 138.77 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PLTR， 它呢出现了一个下跌，但是一个很明显的下影线，所以同样呢也可以用下影线来去观察。好，它呢底下是踩到了一个飘带，是止飘带。止飘带呢目前产生了一个支撑效果，所以趋势呢依旧由空转多。那么我们中线开始慢慢的转多头了，这里是绿灯，所以还不构成一个买点。如果在飘带之上出现红灯 K 线，并且不跌破下影线低点，那么这里可以尝试基因性的去低吸买进。而相对右侧的话呢，是最好收阳线突破啊，它的一个高点，而后我们再看一下股价后续会不会再给回补影线的机会，再次的去加仓买进啊，也是可以这么去看的。我们关注一下它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160.595， 高点的压力是 169.005 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Coin 啊，也跟 PLTR 有点类似啊，也是回踩下影线，而后产生在飘带紫色方面。前期呢绿灯走势啊，走到这里出现了一个黄 K 风险，目前跌破，那么看风险的调整，但因为它离飘带比较近，并且有下影线有支撑，所以这里呢等待绿灯再次买进，如果反包则作为右侧买点。同样的啊，跟 PLTR 一样的走势，看到低点的支撑是 307.335，高点的一个压力是 324.525， 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TR 呢之前跌破了两根，我们说有机会是绝处逢生，飘带不一定会转色，关键点在于它是否能够
在第2根的 K 线底下不再跌破，而后能够快速站上它的飘带。那目前你会发现啊，跌破飘带的第1天，跌破的第2天，两者取低点，它这里是没有被跌破的，市场也在这里出现了反弹，这属于趋势逢升，有趋势自救的一种现象。但问题呢，就是2根 K 线里面低点没破，但高点也没被突破，价格呢反抽到飘带，反而有上影线，这说明这个飘带有点由支撑转为压力的这种现象，这是很不好的情况，所以一定要有那么一根 K 线站回到飘带之上，我们再重新看涨。而现在这里呢，还是属于在确认的阶段，它有可能反弹有压力，再往下收阴破掉低点，那么这里飘带有效跌破，它将会由紫转为黄色，这是不太好的。目前呢是一个我们的绿 K 绿灯在往上走，所以最好要尽快站上飘带上，不要呢让它在这里受压。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 113.565， 高点的一个压力是 117.095 关注这2个数值。我们看到这只股票是扣位，扣位呢它整体也是处于黄带转紫带，也是由一波强势的反弹所导致的，反弹之后回踩，那么这个飘带转射，就说明这一波反弹呢，让整体的中期趋势呢有所反向。前期这里是没有的，它依旧呢是黄带，这里呢转为紫带，所以下方呢有支撑，大概在 105.6 附近。那目前呢依旧是维持着绿灯没有红灯那么当下呢我们就依旧保持看涨，直到红灯出现回踩飘带，再做波段的买入。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117.715，高点的一个压力是 124.985 关注这2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阿斯麦，阿斯麦目前是处于短线加速，而波段低位已经是启动一段时间，所以走到这里呢还是比较强势的。而我们前期也说过，在周线上呢，它也处于一种启动的初期，但因为周线的启动，它是伴随着类似于大的结构的颈线位的突破，所以在这种颈线位突破的时候呢，它是有这种回踩确认的一个可能性的，所以我们要小心的是，这里呢你去买进就有可能遇到这种回踩，但整体因为趋势是向上的，它的结构是突破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认为回踩是短期的，那么整体还是向上的。那么目前属于黄 K 后的红灯，黄 K 虽然还没有消失，但有红灯已经构成本质低位买进之后的一次减仓的机会。前期这里是不是也有一个红灯当时我们也说过，这里也是一个减仓点。你说减仓之后又涨了又涨，你要么接回来，要么等待下次再去减仓即可。因为整体你是有盈利的，你卖不卖都行，但是你要小心，尽可能不要一直拿着不动因为某一次红灯可能就升调，那升调你到时候你就错过了更多仓位在更低的位置去买的机会，那你可能不小心又追到高点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预测值，如果接下来一根 K 线它是绿灯 K 线，那反而会跟前期一样构成短线的再次看涨点。如果维持红灯，那么就小心往飘带上的运行。那么黄 K 如果消失再跌破，那么就要构成再一次的减仓信号。我们看到预测的低点是 858.502， 高点的一个压力是 874.947关注这2个数值。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苹果，苹果呢在左侧的黄 K 这里出现了上影线，而后有所滞涨。那么这种上影线比较标准又是左边的压力区未经形成的一个上影线，所以这里要小心一点的。上影线形成后，如果上影线反而成为了压力，不能够收盘过去，而再次把它低点跌破，那么这里的上影线构成冲明显的抛售出货行为，那么小心后续的一个下跌。目前这里呢就还是一个紫色带，但是紫色带呢是有点窄的，因为趋势后续是在转弱的。那目前是处于绿灯后的无灯状态，小心10日线后再构成红灯，那么就要特别注意了。前期的买点这里将要构成卖出止盈的信号。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238.36， 高点的压力呢是 240.73。那么我们更希望这里能够收阳，能够把上影线吃掉，把前高过去，那么趋势延续，否则这里出现红灯，它这个飘带后续不一定守得住的。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eta 整体的一个运行也是一个上升趋势当中走为了一个横盘，这个横盘整体来讲可以说是一个震荡的上行，所以趋势整体还算 OK不算说太差。最近呢
是走了一波强的下跌啊，所以把飘带呢由紫转为黄色。那目前还是一个紫色带啊，重新回归紫色带。它只要往下回落的时候，力度是有限的，或者说飘带能够有所支撑，那么整体就还是问题不大。那么就依旧看趋势的上行而已。只是因为它目前有点乱啊，趋势不是说很流畅，所以它现在的股价走势能不能走出新的波段，就还是未知数。整体左侧有比较密集的 K 线，所以这里呢是有所压力的。我们以此作为主要看多对象吗？这里呢不是很建议啊，但是整体还是可以说飘带还是向上的。看到预测值762.523，高点的压力是779.503啊，关注这两个数值。当下整体还好，还是一个绿灯啊，只要短线是向上啊，这个飘带呢波段中短期也是向上。现在这股票是 MSTR 整体已经很弱，之前呢我们选是因为它在170天均线附近，而后有黄飘带。我们希望的是它能够像前期那样子啊，出现了这种止跌的这种震荡后再次上扬，但是它震荡归震荡，但是它没有上扬，而是震荡下行啊，所以慢慢的我们就比较少去太多的做多意愿了。当这里呢，它又有聚宝盆，又有一个震荡的区间，一直被黄带所限制。它这里要一根比较强势的阳线，果断的阳线重新涨到啊飘在之上170之上才有机会。在出现那种阳线之前呢，它一直震荡就没有必要去放太多仓位，或者说不用那么激进的去做多它。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318.005，高点的一个压力是334.910啊，关注这两个数值。现在这股票我们再看到谷歌整体的一个运作就是飘带上啊，它这种叫很流畅的趋势的运行，不管每次的下跌有多深，不管是红灯还是黄 K 跌破，它都能够维持飘带的一个良好的向上、良好的运行，从来没有跌破过飘带和转黄过，这种叫一个趋势的完整性，比 Meta 就好看待多。所以这种行情下，我们就关注啊，红灯出现的时候离飘带还很近，那么这里啊，如果你是前期低位买进，一直跟到现在的，那么哪怕你说我以飘带的上沿附近去看止跌是否有效，作为你的防守位或作为止盈点，都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用一定的回吐的一个利润来让它去走一个波段。好，那目前这里有一个向上的缺口。那假如您说如果用这个飘带上沿做防守，那可能太远了，你也可以把缺口作为防守。股价如果收阴跌破，那么可以认为这波下跌可能要去回补下方的缺口，那么我们就要小心一点。这里呢也可以作为用止盈的信号啊，止盈的点啊，但是可以说是小部分止盈。我们看到目前依旧是绿灯啊，我们看一下，只要不是红灯，整体问题不大，不回补这个缺口，不实体阴跌破缺口，就整体问题不大。预测的低点245.53，高点的压力是250.90啊。好，关注这两个数值。现在这股票呢是亚马逊，亚马逊的整体股价运动啊，它也是不太好看的，是一个前期的单边上涨之后啊，转为了一个震荡行情。震荡行情最近又转为了一个紫色带，但是它这个趋势的波段力度是不强的，下跌的时候动不动就是跳空缺口，动不动就是大阴线下跌，所以说明目前的多空之间不是说很明确的多头。那么现在又出现了一个下影线啊，没有跌破这个飘带啊，当整体来讲又出现了红灯，它的绿灯反弹一下又红灯，所以要小心出现的是下跌反弹又下跌的这种结构啊，所以这里呢一定要出现止跌再次收阳收绿灯，我们继续才能看涨，否则保持红灯保持向下的话呢，小心破这个低点，那结构呢又走得很丑陋。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227.37，高点压力是232.96啊，关注这两个数值。现在是股票，我们再看到 SMCI 啊，也跟我们很多股票的一个选股方式是一样的，就是170天线附近，然后呢飘带靠近啊，当然这里还没有粘合，但是已经很靠近了，并且你会发现它比 MSTR 好的就是它呢底下有资金流进，而后有明确的阳线站到飘带之上，最近呢也是完全站上了，底下的一个飘带也是由黄色转为紫色，只是干转，所以看不太出来。当这里呢作为一个支撑点，股价上涨回调，在这里如果能再次出现绿灯或者说阳线，是吧？作为买点，因为它的飘带离得很近啊，这里呢可以找回调的买点。我们看一下预测值，哪个位置会再出现绿灯呢？低点支撑43.44，高点压力45.1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而飘带的支撑是在
43.2附近啊，跟红绿灯呢有一定的相似性。这里不跌破43.28、43附近啊的这个价格，整体呢就还好啊，我们趋势依旧看涨的，等待买点即可。以上就是9月18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行情观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